萧炎眼中闪过一丝感激之色。他知道江陵神君并非泛泛之辈，拥有着深厚的资源和力量。江陵神君递过那株灵药，萧炎接过，然后将其服下，因为他相信眼前这位神君的人品，而萧炎的一项直觉都不会出错的。旋即，一股温暖的气息顿时传遍全身，这药竟然哪能够如此功效？萧炎感受着体内传来的舒适感，不由自由地赞叹起来。江陵神君点了点头，道：“这药也是我珍藏，也是专门治疗天狱中所带来的伤势。不过今日看你需要，我便送于你。”萧炎看着手中的灵药，心中充满了感激，自己也算是欠江陵神君一个人情了。然后拱手感谢道：“不必客气，你们三人的天赋远超同辈以及个大神之天骄，我也是一个惜才之人，能够遇到你们这样的天命之子，我更不想放弃的去栽培你们。如果日后需要什么帮助的，尽管来找我，我一定会尽力而为。”萧炎、林动、沐尘三人一听，郑重地道谢了一声。对于江陵神君，他们三人可都欠一份人情了，能够让炎帝、巫祖、墓主三人同时欠下人情的，如今除了江陵神君，就没有第二个人了。不过，江陵神君的今日之举，也鉴定了日后的不久将来，将会得到连他自己都不敢想象的大机缘造化。然后就在几人交谈间，突然灵动和沐尘的御魂体像是收到了什么召唤，竟是虚幻了一下。萧炎也是很快发现了这点，当即道：“不好，是玉心的召唤吗？自从灵动和沐尘被炼化成御魂之后，就无法离开天域，所以这一次也无一例外，被一股神秘又诡异的力量重新召回天域之中。”萧兄，你快走，不用管我们了，我们已经成为御魂，无法离开天域了。我希望你不要再为了我们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灵动和沐尘二人对着萧炎嘱咐道。他们虽然这么说，可是心中谁不想能够活下去？毕竟他们还有爱人，还有兄弟，还有很多自己都需要陪伴守护的东西。可现在却已经事与愿违。不，我是不会丢下你们的。萧炎释放出焚神三火的力量，将灵动和沐尘的手牢牢抓住，让他们不被玉心召唤回去，不断地将焚神之力传送到他们二人体内。但是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灵动和沐尘的御魂体逐渐的消散，在萧炎的那双金眸中消失不见。萧炎脸上充满愤怒，想要撕裂开空间前往天域，可是没有了之前的那股天地同频的觉醒新力量，萧炎如今的实力根本就做不到。一旁的江陵神君也是被刚刚的一幕给震惊了一下。原本萧炎已经成功救出灵动和沐尘，结果还没过多久，他们二人又被召唤了回去。感受到萧炎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金色力量，更是无比的惊骇。看来这就是萧炎的真正力量吗？真是强大又神圣。该死！萧炎爆发出自己所有的力量，也无法感应到天域的空间点，这样子的话，根本就无法进入天域。一声声愤怒的咆哮自五欲天的山峰之巅爆发。看到近乎疯狂暴走的萧炎，江陵神君也没有办法，只能将萧炎所释放出来的能量给包围在一处自己所凝聚的屏障中，隔绝开来，生怕如此强大的力量被其他更高御天的神君发现，特别是大御天的天龙大神君，那么事情不好收拾了。小家伙，不用着急，老夫有办法。此时粉老的声音传入萧炎那差点要暴走的脑海中。一听到粉老的声音，萧炎这才有所平静下来。看来如今自己的实力还是不够强大，不过好在身边的人都是不简单的存在，其中特别是粉老。而且刚刚自己体内所觉醒的那股新力量又是什么？但敢肯定的是，那股新力量绝对不是粉老的力量，不是粉老的力量，那又是谁的力量？这一切的一切，萧炎都感到十分疑惑好奇。小家伙，你刚刚分部分焚神之力给灵动和沐尘，就可以催动焚神诀，感应到他们的位置，而老夫便助你撕裂开连接那里的空间。粉老的声音不大，可是传入萧炎的脑海中时却是非常的感动。在粉老的帮助下，萧炎也是准备寻找灵动和沐尘的最新位置。在天域的最深处，灵动和沐尘的身影落在一个广场上，四周弥漫着诡异的气息，让人不寒而栗。突然一道黑影从虚空中降临，在黑影中可以看到一个熟悉之人，而他就是天域之主。此时他的手中持有一把闪耀着寒光之物。灵动和沐尘警惕地环视四周，定睛一看，发现出现在其面前的黑影正是天域的主宰。天域之主阴沉着脸，一眼扫过灵动和沐尘，冷声道：“你们两个以为逃得了吗？成为了玉心的御魂，可永远跑不出来。神这一次说将你们的神物直接破坏，其中的无上气息应该也就同样消失了。本想让你们活下来为无神后面的献祭，可现在一切都变了。既然计划有变，而你们就要付出代价。”灵动和沐尘的表情凝重，不过也并没有惧怕之心。要是这点就惧怕的话，他们也不会成长到如今的程度，也不会有所谓的五祖和墓主。你是怕你们神奇联盟的秘密传出去不好吧？如果神奇联盟中有这么一个人造的天域世界被公开，想要获得更强的力量，必须接受天域的炼化，控制着那些追求更强力量的修炼者。你觉得他们还会信任神奇联盟吗？然而灵动和沐尘并没有出手，而是开始与天域之主讲起神奇联盟的秘密。这可不是你们操心的事情，因为只有真正的死人可不会说话。天域之主一脸不屑地望着灵动和沐尘二人御魂体，如今又被重新召回，哪怕刚刚那个拥有焚神力量的拥有者萧炎，
也不会再一次的撕裂空间来到此处。所以天域之主倒也是不慌不忙的与之对话了一番。当初我们无意间发现的秘密，其实就是你们神器联盟最大的秘密吧？还是说你们神器联盟正在做的交易，应该是与暗黑魔物的交易吧？灵动说道。哦，你知道了。天域之主眼神也是在这一刻微微的眯了起来，双手抱胸，身上的杀意显然非常的浓郁很多。这些年，我们虽然成为了御灵到如今的御魂，可你们神奇联盟的这一方天域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二人可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你们身为第1等级世界的巨无霸势力，竟然还愿意选择与那些暗黑魔物交易，你们可知后果的严重吗？而这话乃是牧尘那铿锵有力之声说出。看来神奇联盟的秘密，他们已经是知晓了大部分了。天域之主沉吟了片刻，道：后果就是我们神奇联盟可以成为力压诸神万界所有超神巅峰势力以及丹神塔和神元宫，而我们神奇联盟最终会成就站在大宙的顶点，获得那些你们完全触及不到的神境领域，而你们这些下等级的人类就永远做翻不了身的蝼蚁吧！哈哈哈！天域之主突然大笑，笑灵动牧尘二人是多么的弱小，所有的一切都是以实力为尊，其他的话都是屁话。好了，废话不要讲了，今日你们必须死！说着，天域之主也是爆发出强大的诡异力量，将身为御魂体的灵动和牧尘彻底的笼罩而下。诡异力量形成了2道能够轻易摧毁一切的黑色洪流，随着洪流一出，周遭的空间早已出现扭曲。灵动牧尘的眼神一凝，也是做出希望不大的抵抗。原本灵动还将施展出9道祖符，可是最后直接选择了光明祖符。虽然还没有彻底的炼化光明祖符的能量本源，但至少它是这些黑暗诡异力量的克星。包括牧尘也是一样，直接召唤出可以吞噬所有一切御魂能量的灵境万魂身，2大能够克制天域中这些能量的神物齐出，催动自身的全部力量与对方进行殊死拼搏。光明祖符、灵境万魂身、光明祖符和灵境万魂身的力量猛然爆发，在空气中划出一道道惊人的弧线，化作漫天的耀眼光明和紫金色光芒，撞击在了天域之主的黑色洪流上。洪流翻滚，能量四溢，丝毫不让光明祖符和灵境万魂身的力量占上风。灵动和牧尘师展出浑身解数，将自己御魂体中的诡异死气尽数的灌输在光明祖符和灵境万魂身中，能够激活出其中的更强大的力量，对天域之主进行猛烈的攻击。双方对拼下的能量使得空间扭曲震动，甚至将空气都全部吞噬。光明祖符和灵境万魂身的力量再度迸发，将天域之主缠绕在一片耀眼光明中。天域空间中雷电交加，连绵不断，裂开了天空，炸响了大地。渐渐的，光明消退，战场归于平静。灵动和牧尘都感到自己身上的力量已经彻底耗尽，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对抗的资本。而在光明消失后，天域之主竟然又是完好无损的依然站立在原地。他的身形高大而威严，黑色气流依然在他的身体周围翻涌不休，仿佛永远无法被消灭。光明祖符和灵境万魂身的确很不同寻常，可是你们如今的实力可无法发挥出他们的真正力量，在老朽的道法面前，简直就是以卵击石。死吧！天域之主再也不给灵动和牧尘机会。话音落下之际，空间涌起了空间波浪，直接如同万丈海浪般，直接朝着灵动牧尘而去。一股危险再度袭来，面对对方又是如此下杀手的招式，灵动和牧尘早已经没有多余的力量再去反抗。此刻他们的脑海中浮现，难道最终他们3兄弟还是杀我兄弟？你还没有资格！一道声音由远而近，灵动和牧尘以为是出现了幻觉，刚刚的声音好像是萧炎。然而在他们的面前，万丈空间巨浪即将将他们2人卷进去时，那处空间被撕裂而开，金光暴涨，而后火海席卷而出，直接将这处空间都给焚烧了起来。火焰燃烧的恐怖声也是在空间上响起，神火之威依然令神奇强者都无比的忌惮。在看清楚来者之人后，天域之主双手放在自己的背后，一股杀意再也抑制不住的散发出来。刚刚就是这个家伙将自己的半导体创伤，虽然没有大碍，可是这样的耻辱，作为天域之主的玉尊，自然是要拿回来的。你还敢来这里？看来真的是不怕死。天域之主冷笑道。闻言，萧炎毫不畏惧地抬起头，看着眼前的这位天域之主，沉声道：你无法控制我的命运，也无法扼杀我的命运。今天我就是为了拯救我的兄弟，即便是冒着生命危险，我也必须让他们重获自由。天域之主怒极而笑道：你还真是个有趣的小子。好吧，既然你已有取死之道，我便成全你。说完，他便是猛攻而出，天地间的道法竟是诡异的在四面八方涌来，凝聚出一道巨刃，在攻击出的瞬间，就连空间都在让道，犹如闪电神罚般斩向萧炎。萧炎身形矫健，迅速躲闪，金光不断的爆发，施展出电步，周围也是有着闪电复现，而一闪即逝，萧炎的身影便是对着闪电消失而消失。不过这电步的速度固然之快，可是在一位半道神的手里根本无法逃出来，对方只要在道法意念下，
就能够使得大咒中的道之力快速凝聚，使得萧炎无处可逃。很快，天域之主对萧炎已经起了杀心，自然不会这么轻易放走萧炎。在道法施展的瞬间，那道神法般的巨刃竟是再一次的劈开空间，对着萧炎急速而下。萧炎虽然在第一时间反应过来想躲避，可是却已经来不及了。他退后一步，体内的火焰涌出在自身的周围包裹而起，以抵挡对方的如此恐怖一击。只听轰的一声，萧炎周身的火焰竟然被硬生生的劈开了，而那巨刃中蕴含的道法依旧玄奥无比，任何能量在其面前都是变得不堪一击。萧炎的身后空间应声而碎，出现了无数空间裂缝，他自己也是被击出了万米之外，危在旦夕。